男嘉宾小张32岁，来自河南个体；女嘉宾小王28岁，来自河南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河南人是吗？对。先用家乡话跟你们的老乡们打个招呼吧。老乡们，大家好。结婚多少年啊？结婚有7年了。做什么工作的两位？我们也是做化妆品的。在哪儿做呀？天津。咋啦？我就觉得结婚7年以来，我对这个家付出这么多啊。说白了，就不说做牛做马，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但是他从来没有尊重过我。刚才小片里说孩子也带走了。是的，因为我们两个嘛，当时结婚的时候也属于闪婚。他家里面当时条件并不好，然后在哪儿认识的呀？就在老家河南周口。然后生下我们闺女之后7个月的时候，当时咱们家里面条件特别不好，然后我就出去打工了。孩子7个月的时候我就断奶了，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当时特别不舍，因为孩子7个月之前一直是我带的。然后在孩子3岁吧，我们就到天津跟着他一起做生意了，才把孩子接回去的。这等于从孩子7个月到3岁期间，你们就在外面在奋斗，是这意思吧？是的。接到天津之后，现在你说孩子刚6岁，他又自作主张把孩子送回老家去了。为什么呀？因为他说孩子上不了学。其实你说我们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了，需要提前办手续才能上小学的，对不对？但是他从来没有过，他提前没有办手续，肯定上不了呀。我说那你就找一个私立的小学，对不对？他就不舍得钱。现在回到家里面看到孩子的所有的东西，我就想特别想孩子，根本就待不下去，所以我就想回老家嘛。但是他就是不同意呀。本来你说这个生意就是我俩就是各有分工啊，他走了就没法继续运行了就。哦，没事，你回来到郑州，跟他们那个老总说一下，你代理易贝诗得了。是呀，我就说嘛，可以回老家干，对不对？他就是这个样子，永远就是只想着自己。还有就是，我就觉得他把女儿送回家就是有私心的。他们家一直就想要一个2胎，本身我闺女就不跟他亲，现在又把孩子就给送回老家了。孩子心里面落差得有多大呀？特别是女孩，心里也特别的敏感。然后他们家就一直催着让生2胎，就让生男孩，还必须得是男孩。生2胎跟孩子回家就没有直接关系，他自己这么想的。你说生2胎，你说确实我也想就是生2胎嘛，毕竟孩子也有6、7岁了，这样。生2胎嘛，你们家是必须要生男孩，不生男孩不罢休，好不好？那生男孩，家庭你必须得有一个男孩嘛。再说我又是长子长孙的，是吧？我一脉单传，你说不能说是整的，就是我爸妈也比较传统一点，你不能说啊没个男孩是吧？就这个情况，就没有多大的事儿。这个前面那老乡笑的嘴都合不拢了啊，是这样吗？他们家就特别的传统，就这种的，而且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真是特别的自私。给孩子吧你不舍得，但是他给他自己特别的舍得。你说你买个表呗，他买个1万多的表，本身我们干这个生意是不是要有一个送货的车就够了？他非要买一辆私家车，我说可以，你买一辆私家车买个10万左右的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他的好一下买个30万的，而且你说我跟朋友一块去商场，你说哪个女性朋友？人家没有几个名牌的香水什么的，对不对？这很正常，是不是？但是我从来没有过。当时还趁着促销打折的时候，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香水和口红。你说买都买回家了，对不对？你知道他什么大发雷霆，就说我败家。那打完折他也不便宜啊，你说这个这香水，你说这喷2下就没了，你买那么贵有意义吗？对不对？不是，那你挣那么多钱打算给谁花呀？我不想着以后就说买房，这个孩子以后。我让他买房了呀！你说刚开始上天津为了孩子上学的事让他买房，他就一直不买啊。那时候不没有钱吗？你说哪有什么钱？你把孩子送回老家了，你会想吗？我也会啊，那我肯定会想孩子呀，但是我没有他表现的这么夸，这我感觉就是女人怎么那么矫情呢？你心里不舒服吧？啊，他家里人对你们这事儿怎么看呀？我女儿回家的时候是她爸爸带着一起回去的，然后她妈妈就留在这儿了。啊，她妈妈一直是跟我们一起住的。其实你说跟婆婆一起生活。是的啊，你说本身我们公公婆婆一直在天津跟我们一起生活的。然后我公公婆婆就是所有的开销什么的都是我们给他们支付的。我俩结婚7年了哈，从来没给我爸妈过1分钱。去年的时候我爸妈就是身体不舒服，我就想着给我爸妈1万块钱嘛，对不对？这不就尽女儿的孝。
了，他扔垃圾桶了。后来我妈就倒垃圾的时候发现了嘛，就这事儿，我妈搁那儿哭着给我唠叨半天那个事儿。你说平常搁家吃个饭，那我嫌碗刷的不干净，你说你咋那么干净呢？我就有洁癖啊，我就有一点洁癖啊，我就觉得洗不干净。他本人他手拿到里面，我就觉得洗不干净。那你当着我妈面洗，你说那心里边能好受吗？那怎么感觉？那我不能再让他重洗吧？啊，我这个听你们这个讲述啊，我脑海里面有满满的疑问，是想再生一个孩子，还是想再生一男孩？男孩最好嘛。那就是说，其实不是为了生二胎，是为了生个儿子，是不是？是。这个是不想给他生了，还是说有压力啊？一定要生儿子？我就觉得这几年来讲哈，比前几年的过得要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就这几年来讲，他在家里面从来都不带出去的，就是跑市场也好，就下去谈客户也好，都是我在去。你夸张。真的，他自己就在家里面就特别喜欢打网游、打游戏。哦。所以我就觉得他看不到未来，我就不想生。这头发长见识短。他负责这些已经成熟的客户去维护一下客情关系，那我不也跑新客户，各有分工嘛。他老感觉就是他平常忙一点，但是很多重大的这个决策不都也是我在做嘛，对不对？这个虽然心里很委屈啊，咱们听了那么多的委屈，这男人你觉得咋样啊？其实吧，你要说他不好吧，也有一点好，为什么？要不然我也给他过不了那么多年啊！在家里边不管怎么样哈，在外边我要受什么委屈，他也会替我出头的。哦，就是这样。就是他可以欺负你，别人不行，那肯定的呀。是的。哎呦，行吧，这个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仔细回味一下、咀嚼一下，事儿还特别的多。像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有很多这样的夫妻。这时候还真是一个十字路口，你们看他们身上啊，创业、生活富裕、孩子的教育，是守在身边由父母陪伴成长，还是回到家乡去找一个资源相对好的学校，这都是冲突。未来要不要这个孩子，孩子的性别是什么样的，又跟传统文化勾连在一起。你想为什么要生一个儿子？种地的人那是一个劳力，对吧？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土地需要继承，对吧？所谓血脉的继承，其实说白了是父母希望到自己干不动的时候，有一个儿子帮他养老。可是，在城市里，你发现又不一样了。所以我没有劝你说生还是不生，对还是错，这事儿你们夫妻商量。我相信只要你们感情好了，生一个生俩，有这经济条件，你们又愿意，谁拦得住，对不对？问题是你得让人给你生啊。对呀，对呀，你这态度行吗？好了，我们听听老师们来怎么帮助这对夫妻走过目前他们家庭的这个小坎儿吧。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要不要孩子以及家庭当中面临着各种问题，我们最先要解决的是妻子委屈的问题。女儿异地了，事事不顺心，买什么都不可以，没有财政大权，说白了在家
难。孩子一定要在爸爸妈妈身边，这个绝对不一样。老人可以帮着你们搭把手，但是如果把孩子彻底放回老家，他就成为一个留守儿童了。现在社会上很多的新闻是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我相信你随便上网去查一查，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是真的爱这个女儿，当然您是她的父亲，一定会是真的爱这个女儿，不希望女儿未来发生种种样的青春期的问题的话，现在就趁早赶快把女儿接到身边，尤其是女孩子，心思又敏感。其次要说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男孩女孩的问题。现在这个社会来说，生男生女我们虽然说都一样，但在心底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我给您举一个实例啊，我爸爸也是一个比较大男子主义的，因为他是牧民的孩子，他又是长子长孙，他也一直希望有一个儿子，但是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就在前段时间我爸爸生病了，在整个的治疗期间，我爸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这辈子唯一不遗憾的就是我有一个女儿，因为女儿的心细是男孩比不了的，有很多的时候女儿能想到的东西儿子想不到。哎，这个时候是不是爸爸渴了饿了，还是他这个时候是不是疼啊或者怎么样，他会一直在你身边不停地给你所有的温暖，然后那个时候你才会感受到有女儿的重要性。所以你现在不要说一定要坚持要一个儿子，要一个儿子。你这样说，如果有一天让女儿知道，你想想女儿是有多么的伤心啊！她会觉得我难道在爸爸心中没有位置吗？她就这么想要一个弟弟来取代我的位置。而且再换言之，你想一想，女儿长大之后也要嫁人的。如果女儿嫁人之后过的日子是跟您妻子现在过的日子一样，每天在委屈当中度过，每天以泪洗面，你心疼吗？心疼。所以呀，他也有爸爸妈妈，也会心疼他啊。将心比心，你觉得他对你的妈妈不好，一件泳衣妈妈穿完之后他就扔在垃圾桶里了，那你对他的妈妈又如何呢？对不对？虽然说病不是大病，但是尽孝道的心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应该换位思考，相互多理解对方。接下来想跟妻子聊两句，也是一样的话，将心比心。你希望对自己的妈妈好，婆婆是她的妈妈。如果你能把心胸放大，你不要那么斤斤计较，我相信她也会对你妈妈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一个相互的，好吗？好，谢谢。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山大老师。我总结了一下你的特点：本事不大，脾气挺大，别人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就你的事儿是事儿。做生意呢，做不过妻子，这是没本事。而一个男人最大的没本事的体现，就是自己的女人不愿意给自己生孩子。女儿的事儿不是事儿，随便扔哪儿都一样。老婆的事儿也不是事儿，什么也不买。丈母娘就更不是事儿了，不就扎一针吗？其实你妻子最伤心的未必是说你不重视她，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不重视孩子和不重视他的母亲，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不重视妻子。你真的想孩子吗？想。你为孩子做了什么？想不是嘴上说的。我这儿有一个视频，我是天天没事的时候我会去看一看啊。这是我女儿有一次早上醒来说梦话的时候叫我的，所以我老是拿出来看一看。讲女儿不是嘴上说的，是你真正的付出于什么行动。实际上在女儿读幼儿园读小学这个过程当中，你什么也没做。如果说自己的女人在台上头发长见识短，说你咋这么作呢，我也就算了，可能形成了交流的习惯，你对老人一点也不尊重。如果你的丈母娘听见了自己的女婿是这么说自己的，不就扎一针吗？有多大的事儿？我就不愿意给1万，我就要给3000。你让这丈母娘在周陵4时怎么做人？我告诉你，在如今的社会，真的不是女人离不开男人，是男人离不开女人。现在女人也挣钱，男人也挣钱，而且你的女人比你挣钱还厉害。做家务
你也不干，也是他在做。男人没用了。如今女人要的就是你那点情感依赖和尊重。如果你连这个都给不了，你就是个废物。你还在这儿大大咧咧、摇摇摆摆，你还想要生孩子？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到最后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地，让女人伤了心、绝了情，生意也没了，老婆也没了，孩子也没了。到那个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你听见没有？夫妻俩在一起，谁也不要有谁离开了谁就活不下去的想法，没有谁离不开谁的。今生之所以走到一起，多多少少都是因为情感上对对方有依赖。别把最后这点依赖都折磨得没了，到最后成为了路人，那个时候大家都伤心。好自为之，祝你们幸福。谢谢。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希望两位可以特别深切地想清楚。任何一个小事，当它被放大的时候，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的时候、观察的时候，这件事可不得了。它涉及到一个人的人品，涉及到一个人的道德，其实还真没那么严重。有的时候过日子就是这样，谁家的日子不是这么过来的呢？有一个问题特别想了解，他们家谁对你最好啊？其实我婆婆对我可以，其实我都是冲着她，从来没有对我婆婆有过什么东西。所以人有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带来了很多事情的误会、误解，甚至彼此的伤害，对吗？对，徐总不是提了一个叫什么试离婚吗？今天你们可以试离婚，好吧？又不愿意，是不是这意思？啊，反思反思，每个人其实要的都是认可和承认。当丈夫特别扎心地攻击妻子的时候，妻子说了一段话，其实让丈夫心里更难过，而且当着那么多的人。我不知道具体这个生意到底谁做得好，谁做得坏，一两句话判断不清楚。但是你在这个男人的事业上，其实你是彻底地否定了他。但是我说的是事实，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场合来说出这种的事实，我也不清楚，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伤害一定是彼此的。如果说一段伤害都是一个人的错，这件事儿还真的挺滑稽的，因为事物有太多的面。所以能够衡量你们自己之间的情感的，就是你们自己心里的那杆秤，爱或不爱，谁是如何为这个家做出的付出。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得通过老师对我的批评和指正，我也认识到了我可能有生活上对你照顾不到。但是你想一下，咱们毕竟都这么多年了，都7年了，你说咱们俩在一起，从什么也没有到现在，也不能说过得都不快乐，我们生活也慢慢的都好起来了。你想想我们那时候一天就为了跑更多的客户，一天只吃1顿饭。媳妇儿，我一定会改的，希望你能原谅我。挺动情的一段话，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来吧，看结果吧，请开门。就在一起。就那2下扭捏推打啊，一拉一搡，其实7年的很多情分都在了。接下来我们今天请一个特殊的朋友来给他们送礼物，让我们掌声有请
河南一听美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德义。来，有请姚总，有请。啊，请，啊，给他们，啊。来，姚总，有什么话送给他们吗？我来自河南一听美化妆品公司的，我姓姚德义。祝我们这个2个老乡吧，接下来的生活幸福美满。就像我们伊比斯的安瓶一样，无任何杂质，天然健康。谢谢。好，谢谢啊。我拦您一句啊，因为还有一个心结没打开，吵吵闹闹说好就好了，现实问题得解决。我问一下啊，他们接我的时候说你们在1年伊贝诗这个产品也不少挣，你们还有这个公司还有其他的代理对吧？是。你不是想回来吗？结束节目之后，如果老乡想回来，能不能帮帮他们？可以，这个没问题。共同联手嘛。可以。这可以吗？可以。啊，如果你们夫妻最后，哎呦，看你给老婆笑的，哎呀，如果你们最后商量定了，真的要回来陪着女儿成长，陪着发展，因为咱们经常会看到帖子上是这么说的，在家陪孩子，谁挣钱？挣了钱，谁又陪孩子？生活当中太多两难，我们就得想点招去解决。真商量好了，你们去找姚总，好不好？可以吗？欢迎。谢谢姚总，请回啊。希望今天是个新开端。来，各位请见证。你以后在家里边不要这么大男子主义。其实我改，我肯定改。我以后就像老师说的一样，他给我指正的这些我都记住了，我一定慢慢改。我以后对咱妈也会好的。对，你应该的，应该要对咱妈好一点。又回去了。给你。来吧，送给你们。谢谢2位，请回。啊。